几十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跪成一排，人牙子敲着木锤喊价奴隶1颗零食即可带走。看客们哄笑着指指点点。前世我花了3颗零食带走了其中一个男人，花天才地宝培养成仙尊，最后他却把我丢入魔界，看着我惨死。重活一世，我不再选他，他却跪着求我带他走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买走凤凰男前一刻。这里是含冤城的奴隶市场，积雪常年不化，我还没从被魔族撕碎的痛苦中缓过神，不由得拢了拢身上的血狐球。几十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跪成一排，人牙子对着人群喊着：“各位老爷、官人、大小姐，看看嘞，品相都是极好的喽，小姐看看吗？”不了不了，我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他们跪在雪地中，赤裸的上身冻得发青，人牙子敲着锣鼓边缘，声音在寒风里断断续续。前世的情景再次从我脑海中浮现，就是在这里，我一眼看中了跪在角落的林荆州。那时的他垂着头，黑发凌乱，在我眼中，我能看到在他体内微弱的光芒，那是灵根。有灵根并不稀奇，可我真正能看见的是他丹田深处的那抹被封印的、属于变异雷灵根的金色灵光。于是我选择花了3块下品灵石将他买走，并带回双华宗。此后10年，我倾尽资源为他修复经脉、解封灵根，甚至偷了父亲的9转宁脉丹为他筑基。他果然天资卓绝，从外门弟子一路升至亲传，最终被父亲指定为下一任宗主继承人。而父亲渡劫失败陨落后，林荆州接任宗主的第一件事便是废我修为，将我丢入魔界裂缝。他说他本就天资卓越，没有我他也能成就仙尊大道。林荆州的修为都是他自己修炼，而我却对外抹黑他，说是靠我的天才地宝堆起来的。在魔界的3日，我被低阶魔物撕咬啃食，最终神魂俱碎。闭眼前的最后一刻，我听闻魔族说双华宗宗主与昆仑仙宗联姻，联姻对象正是昆仑仙宗圣女，我的死对头许清音。众人皆赞叹2人郎才女貌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如今我重生回这一切尚未发生的时刻，人牙子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拽回。他此刻指着要卖的人正是林荆州。前世的我就此举手，拿出了改变林荆州命运的3块灵石。而这一世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从林荆州身上移开。我本不打算再买奴隶，毕竟人心难测，目光却在扫过那一排跪着的奴隶时顿住了。我的视线落在最右侧一个少年身上，他同样衣衫破烂，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陈旧伤痕，可那张脸即使沾满污垢，也能看出惊心动魄的轮廓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在乱发遮掩下偶尔闪过暗金色的微光。我看不见他的灵根，一般只有2种人我会看不见灵根，一是没有灵根的凡人，二是身负大气运的天命之人。他给我的感觉显然不是凡人，于是我沉吟片刻，抬手指向他。人牙子一愣，劝我说：“仙子，这个虽然相貌好，但多半是毫无灵根的凡人，您确定要买吗？”前世我在奴隶市场买回了一个凤凰男，最终被凤凰男丢进魔族领地惨死。重活一世，我本打算独美，却意外看中了一个天命之人。人牙子担心我买回后发现是凡人，会恼羞成怒回来责备他，毕竟这种事在奴隶市场并不少见，所以人牙子多次和我声明，这个少年极大概率是凡人。我懒得废话，从怀中摸出一块下品灵石扔过去，打断了他的话。灵石在空中划出弧线，我说我就要它。忽然一道清冽女声响起，一抹冰蓝色身影从天而降，轻盈落在奴隶们面前。此人正是昆仑仙宗圣女许清音，也是我的死对头。我与许清音被誉为修真界的绝代双姝，她是昆仑仙宗圣女，我是第一宗双华宗宗主的女儿。我们同为天才少女出世，样貌各有千秋，修为上我却总是比许清音高一些，这令她十分不满。而我也看不惯她惺惺作态的模样，相看两厌。她今日穿着一身流光溢彩的冰蚕丝长裙，头戴雪玉簪，美得不可方物。许清音笑盈盈地看着我，眼底却无半分笑意，声称自己也看中了那个有灵根的奴隶。她指向了林荆州。前世我买了一个凤凰男回宗门，最终惨死魔界。重生后我抛弃凤凰男，转而买一个疑似凡人的少年，而我的死对头却要买走那个凤凰男，还说让我别抢。我心中冷笑，面色却十分冷漠，表示和我没关系，因为我要的不是林荆州，而是那个没有灵根的少年。话虽如此，我仍迅速将灵石塞给人牙子，示意他将我看中的少年带过来。人牙子点头哈腰的去解开了少年的枷锁，狠狠推了他一下，让他来我身边。少年被推得踉跄了一下，我下意识伸手扶住，摸到他的手臂处却是惊人的滚烫，他在发烧。而许清音已经走到林荆州面前，居高临下的命令他抬起头来。林荆州缓缓抬头，目光却越过许清音，直直看向我，那眼神太复杂，有急切，有哀求，还有一丝怀念。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，这眼神
不像那个冷漠废我修为的宗主，倒像更早时候他还唤我师姐时的模样。林荆州跌跌撞撞跪倒在我面前，死死抓住我的衣袖，低声哀求我带走他。全场哗然，许清音脸色也瞬间沉下来，冷笑着讥讽我使了什么手段，让个奴隶如此死心塌地。我前世掏心掏肺对待凤凰男林荆州，最后被他丢入魔界惨死。重生后，我不愿再当冤种，转而买了个凡人。林荆州却急了，他抓住我的衣摆，恳求我带他走。我甩开林荆州的手，后退一步，声称与我无关。林荆州跪在雪地里，额头抵着积雪，声音嘶哑地重复着他知道错了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话如惊雷炸响在我耳边，他知道错了，他知道什么错了？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我看向林荆州的目光变得更加冰冷。许清音抚掌轻笑，眼神在我和林荆州之间来回扫视，断言说我们之间肯定有些故事。不过可惜，现在林荆州是他的了。他抛给人牙子3块中品灵石，当场取出主仆契约卷轴，咬破指尖，一滴血落在林荆州眉心，契约成立。林荆州浑身一震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许清音则心情极好地招手，2个侍女上前架起林荆州，随后他带着人御剑离去。风雪很快掩去了他们的踪迹，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雪地上林荆州跪出的痕迹，心中翻江倒海。前世我买回了凤凰男林荆州，最后被他丢入魔界惨死。重活一世，我不愿继续与他纠缠，他却主动求我买走他，我没答应。最终我的死对头将他买走。我此刻怀疑林荆州也重生了。若他真的重生，若他真的悔悟，不，我摇头驱散这可笑的想法。悔悟？他不可能悔悟的。林荆州不过是发现自己重新跌落尘埃，知道若没有我的付出，没有双华宗的扶持，他一个奴隶是没办法成为赫赫有名的仙尊的。他不是悔悟，他是害怕。我前世被撕碎时的痛楚还烙印在神魂深处。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，我回过神，看向身边摇摇欲坠的少年，他看起来不过18、19岁的模样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唇瓣干裂，唯有那双暗金色的眼睛依然明亮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沉默片刻，低声回答说自己没有名字，在奴隶里是第17个，所以人牙子都叫他17。我嗯了一声，告诉他从今天起他叫荣昭，随即取出疗伤丹药塞进他嘴里，询问他能否撑得住，我要带他回双华宗。荣昭服下丹药后气色稍好，点头表示能行。我召出飞剑，带他一同御剑而起，风雪迎面扑来，几息间双华宗的轮廓在远处山巅若隐若现。前世我被凤凰男丢入魔界惨死，重生后我买了一个天命之人带回宗门。我不是要重蹈覆辙，只是有天命之人的恩情，能让我在修仙之路走得更加顺畅。双华宗就在不远处，那里有我的父亲双华宗主苏寒渊，前世那里还有背叛我的林荆州，如今他被许清音带走。这一世我绝不会为自己选的路后悔。我让荣昭抓紧，加快了御剑速度，飞剑穿过护山大阵时，荣昭忽然低声问我为何选他。毕竟大家都测不出他的灵根。我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宗门大殿，淡淡回答，因为他长得好看。这是个玩笑，也算是实话。荣昭微微一怔，随即低笑出声，那笑声很轻，却莫名让人心安。双华宗坐落在北境最高的雪峰之巅，终年积雪，灵气却极为浓郁。7座主峰呈北斗7星排列，我所在的青灵峰是宗主一脉所在。我将荣昭安置在外门弟子居所后，我直奔父亲闭关的寒霜洞。洞府石门缓缓打开，苏寒渊盘坐在冰玉床上，周身萦绕着淡淡的寒雾。他是元婴后期大修士，距离化神只差一步，却也是这一步，前世让他陨落在雷劫之下。我跪下行礼，苏寒渊睁开眼，目光如电，提及只是报告我在寒渊城买了个奴隶回来。我承认了，并说他身负大气运，我只是想卖他一个恩情。随即我又提出请求，希望父亲准我入寒冰秘境闭关3年。苏寒渊眉头微蹙，指出寒冰秘境乃宗门禁地，其中寒气虽可修炼，但稍有不慎便会伤及经脉。我如今才筑基中期，进去太过冒险。我表示我明白，但我心意已决，若不能突破金丹，愿永不出关。我的这话说的决绝，连苏寒渊都愣了一瞬，他仔细打量我，半晌才感叹我母亲早逝。他平日里对我疏于管教，却也知我性子温和，不喜争斗，询问我今日这是怎么了。我无法直接告诉他前世种种，毕竟都是我自作自受，于是只能解释说，前些日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宗门遭遇劫难，自己修为低微，无力回天，醒来后顿悟，本来修仙界便是弱肉强食，若无实力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苏寒渊沉吟良久，终于点头应允，他会安排3日后秘境开启，让我好好准备一下。
我谢过父亲，离开寒霜洞后，又去了一趟藏书阁。我用宗主令调阅了所有关于特殊体质和隐灵根的典籍。荣昭的暗金色眼瞳和测灵根无反应的情况，让我比较在意。我隐约觉得他不简单。3日后，我将荣昭换至青林峰主殿，经过几日调养，他的气色好了许多，洗净后的面容如雕刻般俊美，尤其那双暗金色眼眸，在阳光下流转着神秘的光泽。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，我要闭关3年，这期间他需要留在青林峰，我会让执事教他基础引气诀，若他能引气入体，便算正式踏入仙途。若不能，3年后我出关，会给他一笔钱财，送他下山安稳度日。荣昭静静看着我，询问我为何对他这般好。我摇头表示谈不上好，一场交易而已。我买他回来，和他结善缘，他若有心，便好好为我做事；若无心，也希望他以后不要和双华宗作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荣昭急急追问我想让他做什么，我顿了顿，缓缓告诉他，活下去，变强。他若真的有心，就不要让我输给许清音。这回答出乎荣昭意料，他眼中闪过疑惑，却没多问，只郑重接过我放在桌上的丹药和功法，表示他明白了，他定不会辜负我。我只是笑笑，不曾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前世林荆州也如此说过，结局却是那般。我今生清楚明白，靠山山倒，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真正的依靠。当天午时，我踏入寒冰秘境，秘境入口关闭的瞬间，彻骨寒意扑面而来。这里没有日夜之分，只有永恒的冰雪和呼啸的寒风，冰灵气浓郁到几乎凝成实质，却也狂暴的足以撕裂普通修士的经脉。我寻了一处冰洞，布下防护阵法，开始了疯狂的修炼。前世我在灵荆州的甜言蜜语中荒废了太多时光，直到被废修为时才堪堪金丹初期。这一世我要把失去的全部夺回来。双华真诀运转到极致，冰灵气如潮水般涌入体内，在经脉中横冲直撞。我咬紧牙关，一遍遍引导他们归入丹田。剧痛从四肢百骸传来，冰灵气过于霸道，每一次循环都像有无数冰针在刺扎经脉，直至我整个人都附上了一层寒霜。第1年，我便从筑基中期突破到后期；第2年，成功筑基大圆满；第3年的深冬，我冲击金丹。这一次没有九转凝脉丹，就是那枚前世我给林荆州的顶级丹药。这一世他还好好躺在父亲宝库中，我只能靠自己在狂暴的冰灵气中艰难凝聚金丹。丹田内真气疯狂旋转，压缩再压缩，冰灵气与我的意志激烈对抗，每一次压缩都伴随着经脉愈烈的剧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丹田中心终于亮起一点金色光芒，那光芒起初微弱如萤火，渐渐稳定壮大，最终凝结成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丸。丹成瞬间，磅礴灵力从丹田涌向全身，所有疼痛一扫而空。金丹初期成了。我睁开眼睛，吐出一口浊气，浊气离体即凝成冰晶。叮当落地，我也该出关了。在我走出秘境时，守门长老看见我，惊得手中的酒葫芦都掉了，结结巴巴地感叹3年结成金丹。我微微一笑，声称只是侥幸突破，随即御剑飞向青林峰。路上遇到几个相识的弟子，他们看见我，皆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待我飞远后，窃窃私语才飘入耳中，议论我3年从筑基中期到金丹是什么怪物。有人哀叹自己入门比我早10年，现在还是筑基初期。听到这话，我又调转回来，偏偏然落在那位比我早入门的弟子面前。我故作惆怅地看着他，我说：“这位师弟，修仙路途漫漫，师傅领进门，修为靠个人。只要我一想到在这残酷无情的修真界里，如果某日我至亲好友在我面前被魔族屠害，或是意外落入魔界，只怕会身死道消。”我顿了顿，一脸怜爱地看着他和其他围观的弟子，我声音清冷，真羡慕诸位能如此心大。毕竟双华宗在宗门大比后是要派遣弟子前去魔界交界处镇守历练的，想来各位都是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一定能在魔族手下活下来吧。不像自己，太贪生怕死了。众人青筋暴跳，被我说的惭愧又觉得恼怒。我好似没看到众人表情，又施施然离开。我是故意这样激怒宗门弟子的。前世我进入魔界就已经发现，魔族那时已经在试图突破结界了，我死后只怕已经入侵修真界了吧。双华宗是父亲的心血，也是我最认可的家园。我希望在未来某日，双华宗遇到危险，宗门弟子也能保护好自己。回到青林峰，只是告诉我荣昭正在后山练剑。我寻过去，看见的场景却让我正在原地。后山空地上，荣昭手持一柄普通铁剑，剑招却凌厉非凡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他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灵力波动，这是炼气期的标志。3年，从毫无修为到炼气3层。这速度虽不及我，却也远超普通外门弟子，更何况他修炼的还是最基础的引气诀。荣昭察觉到我的气息，收剑转身，眼中闪过惊喜，称呼我恩人。您出关了。我上下打量他，询问他如何引气入体的，是有人指导。
荣昭沉默片刻，低声道自己也不清楚，按照执事教的方法打坐，第3日便感觉到灵气，只是灵气入体后会自动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力量，不是5行灵力中的任何一种。他摊开手掌，掌心浮起一缕暗金色的光芒，我心头一震。这暗金色灵力给我的感觉古老而威严，仿佛来自洪荒时代。我询问除了执事，还有谁知道他修炼的事？荣昭表示没有，执事按我要求让他专心修炼，莫要声张。随即提及我闭关这段时间，宗门发生了不少事。原来自我闭关后，许清音带着林荆州回了昆仑仙宗。林荆州果然如前世般展现出惊人天赋，1年内从炼气到筑基，如今已是筑基中期，被许清音收为亲传弟子。而许清音本人也突破到了金丹中期，他本就天赋不俗，又有昆仑仙宗这种大宗宗门资源的倾斜，修为竟然很快压我一头。荣昭还告知，2个月后便是宗门大比，各封弟子都在加紧修炼。他问我要参加吗？我眼神坚定地表示自然要参加，不仅要参加，我还要拿第一。从这天起，青林峰的气氛变了，我制定了严苛的修炼计划：寅时起床练剑，辰时打坐练气，午时研习法术，申时实战对练，戌时还要研读典籍，每天只睡2个时辰。起初只有荣昭跟着我练，后来几个青林峰的内门弟子看不过去，觉得我这个宗主之女在作秀，便也咬牙跟着练，想看看我能坚持多久。1个月后，跟着我修炼的弟子全部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消息传开，整个宗门都轰动了。之前被我说的惭愧的弟子们也将我的话传开了，全宗门都紧张起来了，个个都担心自己会落后一截。于是双华宗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疯狂，一个个卷生卷死，连我爹都惊呆了。2师兄楚木第一个找上门来，他是金丹初期，卡在瓶颈已5年有余，询问我那修炼方法是否真那么神奇。我扔给他一本手札，那是我整理的心得，让他试试变质。楚木将信将疑的接过。10日后，他突破到了金丹中期，这下宗门彻底炸了锅。青林峰的弟子们蜂拥而至，求指点，求陪练，求心得，我来者不拒，不仅倾囊相授，还制定了针对不同修为弟子的修炼方案。3个月后，青林峰整体实力提升了3成，突破小境界的弟子多达47人，其他6峰坐不住了。先是天剑峰大师兄来交流切磋，却被我10招内击败，接着是丹霞峰师姐来探讨丹道，发现我在炼丹上的造诣竟不输于他。到后来，连个峰长老都偷偷跑来青林峰，想看看我们到底在练什么神功。苏寒渊被惊动了，亲自来青林峰视察。那时正值寅时，天色未明，青林峰演武场上却已站满了弟子，剑光凛冽，法术璀璨，呼喝声震天响。苏寒渊站在云端看了半晌，转头问身边的执法长老这情况持续多久了。执法长老擦汗回答3个月了，现在各峰弟子都在效仿，双华宗已经3个月没人在白天睡过觉了。苏寒渊表情复杂，最终化作一声叹息，问有劝过他们吗？执法长老苦笑，示意苏寒渊看过去。我3个月内突破到了金丹中期，此时正在凝神修炼。就在几个弟子累倒在地上时，他们喊着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再这样要死人了。我周身灵力一亮，明显是修为又精进了。顿时众人破防，喊着什么师姐都这么拼，他们却这样丢人。又卷了起来。苏寒渊沉默了，无奈表示随他们去吧。离开前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传音入密，让我宗门大比后去寒霜洞见他。我知道父亲看出了我的变化，从前那个温软怯懦的女儿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修炼狂魔。卷王之手，但我无悔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紧迫感来自何处。离父亲渡劫陨落，只剩不到2年了。宗门大比前1个月，意外发生了。那日我在后山练习新领悟的剑诀，冰封千里。此诀威力极大，却也对灵力控制要求极高。我急于求成，强行催动超出负荷的灵力，导致经脉逆行，一口鲜血喷出，从半空坠落。荣昭第一个冲过来，接住我下坠的身体。我意识模糊间，看见他眼中暗金色光芒大盛，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涌入我体内，勉强护住了我的心脉。我艰难吐出几个字，让他快叫楚师兄，便昏死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已是3日后。楚木守在床边，见我睁眼，松了口气，说我总算醒了。我刚要开口，胸口一阵剧痛，咳出几口淤血。楚木按住我，让我别动，指出我强行催动冰封千里，伤了根本经脉。丹霞峰长老来看过，说至少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。3个月？那宗门大比就赶不上了。我心头一沉，挣扎着要坐起，却浑身无力。楚木神色严肃地告诉我，我的伤很重，若不静养，恐会留下永久暗伤。宗门大比年年都有，不必急于一时。话虽如此，可我怎能不急？父亲渡劫在即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拿到宗门继承人的资格。
正想着，门外传来喧哗声，许清音的声音格外清晰，声称听说我伤重不治，他特意从昆仑仙宗赶来看看。楚木脸色一变，正要出去阻拦，我拉住他，让他进来。许清音带着林荆州走了进来。3年不见，林荆州已长成俊朗青年，一身亲传弟子白袍，气质冷峻。他看见我时，眼中闪过复杂情绪，有担忧，有懊悔，还有我看不懂的痛楚。许清音故作惊讶地询问我这是怎么了，听说我练功走火入魔，还感叹修炼之事最忌心急，我这是何必呢？该不会是看他进步神速，急得破防了吧？林荆州低声让许清音少说2句。许清音挑眉反问自己说错了吗？故作贴心说，她与我情同姐妹，也与我说过多少次，修炼要循序渐进，我这般急功近利，受伤了她也很伤心啊。我平静地看着她表演，等她说完，才缓缓吐出一口血。我承认许清音说的是，这次受伤是我鲁莽了。随即话锋一转，我泪眼婆娑，说自己时日无多了，希望他尽快离去。我见他就嫉妒难平。许清音听到我的话，眉眼都舒展开了，她一脸不敢置信，看向楚木。楚木知我与许清音不和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说，他依旧无条件站在我这边。于是楚木点头肯定，他一脸悲伤，马上就要轰他们出去。我阻止了他，我看着许清音，我说我与许清音是好姐妹吧。许清音得知我要死了，正是高兴呢，想起这是在双华宗的地方，不得不忍住，装作悲伤的模样点头，说自然是的。我说那他可以给我陪葬品吗？许清音表情一变，说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真的是要死了。我将手腕伸给他，我说他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因为修炼伤及经脉，任谁来看都会以为我时日无多。许清音将信将疑把上我的脉，他眼中闪过狂喜，居然是真的，我居然真的要死了。许清音掩盖了一下自己的狂喜，装作悲伤地掏出了他的雪峰簪，说希望我来世能平安喜乐，然后终于忍不住快速离开。林荆州震惊万分，快步走上前来，刚想抓我的手，我冷冷地收回手，不给他机会。林荆州摇头喃喃，不可能，你明明一直很健康。我看向楚木，让师兄帮我把他赶出去。林荆州却要扑上来，他目眦欲裂地说，他不会让我死的，让我等他，他会弥补我，会娶我的。楚木哈了一声，反手把林荆州丢了出去，骂道，你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天骄吗？敢肖想双华宗宗主的女儿？我拿着许清音的雪凤簪乐得不可开支。楚木看着我喜笑颜开的模样无奈，我就不怕许清音知道真相？我眨眨眼表示，我早晚都会死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我提前收陪葬品还能用得上，真等我死了再收，有什么用呢？楚木被我的歪理整得不知道怎么回复，只能由着我去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双华宗上下居然都听说了我要死的消息，是许清音带着林荆州离开的时候说的。弟子们一个个拿着灵气法宝来找我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我年纪轻轻怎么就早逝了，把他们的宝贝都给我做了陪葬品。我本想解释，但是看到那么多宝贝，最后装作柔弱的收下了，平静地接受了我要死的事实。荣昭也急急忙忙来了，他不敢置信地问我怎么样了。我笑吟吟对着他伸手，问他给我准备陪葬品了吗？荣昭摇头，声音低沉又坚决，他说他不会让我死的。说罢就匆匆离开了，我都没来得及喊住他。深夜时，荣昭来了，我刚想和他解释，谁料我们脚下同时亮起阵法。我震惊地看向荣昭，荣昭面容温柔又坚定，他说，苏双音，别死，我答应过，我要报答你，这是契约阵法，只有人和兽才能签的死生契约，人和契约兽共享寿命，人死则契约兽也死，契约兽死，人则没事。一般这种契约都是上古神兽才能触发的。我震惊地看着荣昭额上露出龙角，脸颊边缘也露出金色的龙鳞，荣昭是上古龙族。契约完成后，荣昭震惊地看着我，契约成功后是能感知到彼此的寿命的，而我显然还没有到大限。我尴尬地笑笑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本来想解释，可是荣昭太急了，突然就契约了。荣昭俊美的脸庞上落下一滴泪，她小心翼翼跪在我面前，声音哽咽说，太好了，双音，你不会死，太好了。我沉默了，我问他不生气吗？被骗了还和我这个骗子结了契约。荣昭擦了泪，笑着对我说，他自从知道自己不是人类后，他就想和我结契约了，说起来是他赚了。我深深地看着他，问他这样不公平的契约，相当于他把命交到我手里了，不后悔吗？荣昭依旧跪着，目光清澈，他说没有我，
它会被凡人买走。运气好，也许能吃饱穿暖，平庸的度过一生；运气再好点，偶然进入修仙的路，没有宗门庇护，被人发现体质，也只会沦落得更惨。但是更大概率是，他被买走，会被当作奴隶，最终被蹉跎而死。我是他真正的贵人。双华宗上下都是根正苗红的人，宗规清正，这样的宗门的宗主女儿，绝不可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能有这样的人做自己的契约者，是他的幸运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起前世林荆州说我品性差，说我面目可憎，我笑了。我扶起荣昭，我看着他说，既然你信任我，那我也应该回馈你的信任。我说我会求父亲收他为徒，往后的修仙路途，我和他要并肩而行了。我与荣昭彻夜长谈，也说了我怀疑魔族要出事的猜测。荣昭不曾怀疑我的话，他建议我办个葬礼。第二日，我和楚木师兄说了我的要求，楚木瞪大眼睛，质疑我疯了。我表示自己没疯，我要看看这宗门里，还有其他宗门里，有多少人盼着我死，又有多少人会在葬礼上露出马脚。楚木还想劝，但看我神色坚定，最终长叹一声，答应这就去安排。苏寒渊在闭关，宗门事务暂由几位长老共同执掌。楚木将我的死讯上报后，整个双华宗震动。青林峰挂起白帆，设起灵堂，我的遗体被安置在冰玉棺中，棺盖半掩，里面躺着一个用幻术伪装的假人，我本人则躲在灵堂暗格内，透过缝隙观察前来吊唁的人。第一个来的是许清音，他带着林荆州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色，他假惺惺的抹泪，感叹我怎么就这么走了。明明双华宗宗主还在闭关，只怕出关后会心疼死。林荆州站在他身后，脸色苍白如纸，他死死盯着冰玉棺，拳头紧握，指甲陷进肉里渗出血来，那神情不像是装的。我皱眉，前世的他在我死时可有半分动容。许清音哭了一会儿，开始打量灵堂的布置。当他看见棺椁前摆放的陪葬品时，眼睛亮了。那里有父亲赐我的寒玉剑，有母亲留下的冰魄项链，也有他的血凤簪，还有这些年我收集的各类丹药、典籍、灵石和宗门弟子前段时间送给我的陪葬品。许清音感叹我走得匆忙，这些陪葬品未免单薄了些，转头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对夜明珠，说再给我添点陪葬品。我心里冷笑，夜明珠那对珠子虽然值钱，却只是凡物，连法器都算不上。许清音这是做表面功夫呢。陆陆续续有各峰弟子前来吊唁，让我意外的是，不少人真心实意的哭了，尤其是那些跟着我修炼突破的弟子，跪在灵前久久不起。有人哽咽说没有我，他恐怕还在筑基初期徘徊。有人说我教他的剑诀，他还未练熟，我怎么就走了？有人祝我一路走好。暗格里的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前世我眼里只有林荆州，忽略了宗门里的其他人。这一世为了变强，我拉着全宗门一起卷，却意外收获了这些真心。也许修仙路上除了实力，确实还需要些别的东西。正想着，灵堂外传来骚动，楚木急匆匆走进来，面色古怪地告诉我，荣昭把自己当陪葬品，躺进陪葬坑里了。陪葬坑设在灵堂后方，按照双华宗传统，重要人物下葬时会有自愿殉葬的仆从或弟子，但这传统已有100年无人践行，毕竟修仙者都惜命。我悄悄来到陪葬坑边，看见荣昭真的躺在里面，闭着眼，神色平静。我传音问他干什么，荣昭睁开眼，暗金色眸子里映出我的影子，声称我死了，他活着也无意义，他跟着陪葬显得真实。我骂他胡闹，快出来！荣昭竟耍起赖，表示不出来，除非我答应他，以后不再做那种冲动的事。我气结，我知道他在说我急于求成的事，又不能现身拉他，只能先回暗格。这时林荆州手里却多了一个锦盒，许清音询问那是什么。林荆州打开锦盒，里面是一枚通体雪白、散发着凛冽寒气的玉佩。许清音惊呼那是冰心佩，是昆仑仙宗宗主赐林荆州的上品灵器。许清音质问他拿来做什么，林荆州跪在灵前，将冰心佩放在陪葬品中，低声道双音师姐生前最喜欢血色。许清音脸色顿时难看，呵斥林荆州什么意思？林荆州起身直视许清音，表示那是他自己的东西，他想给谁就给谁。许清音气急反笑，断言林荆州是忘了谁把他从奴隶市场带回来的。林荆州声音嘶哑地回应自己没忘，所以他这条命是许清音的，但这玉佩是他的。两人对峙间，楚木站了出来，劝解逝者面前莫要争执。许清音狠狠瞪了林荆州一眼，甩袖离去。林荆州却没走，他在灵前跪了整整1夜。暗格里的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冰心佩是上品灵气中的珍品，可镇心魔，
护神魂对修行大有裨益。前世我为林荆州求来后，他一直贴身佩戴，连我要看一眼都不给。如今他却把它放在我的陪葬品中。我冷笑。迟来的真心比草贱。第二日清晨，葬礼正式举行，我的遗体将被送入宗门陵园，陪葬品也会一同下葬。就在冰玉关即将封关时，变故发生了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灵堂。苏寒渊破关而出，凌空而至，他落在灵堂中央，目光如电扫过冰玉关，脸色铁青的质问：谁说他女儿死了？全场哗然。楚木忙上前解释我重伤不治，苏寒渊呵斥胡说，一挥手，冰玉棺盖飞起。他断言这根本不是婴儿，幻术在元婴修士面前无所遁形，假人被识破了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我见瞒不下去，只得从暗格走出，跪在父亲面前，自称女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苏寒渊看着我，眼中又是气恼又是庆幸，最终化作一声长叹，让我起来，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将事情原委道来，只是隐去了重生和试探的部分，只说想借假死看清人心。苏寒渊听完，沉默良久，目光扫过陪葬品中的冰心佩，又扫过陪葬坑里的荣昭，最后落在满脸错愕的许清音身上。他缓缓呼唤圣女，质问她怎么见到我没死，她很失望吗？许清音脸色煞白，试图辩解，苏寒渊摆手打断，表示不必说了，宗门大比在即，让大家都去准备。他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让我随他去。我跟父亲回到寒霜洞，他不下隔音结界，第一句话就让我心惊，询问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面上却故作茫然，反问父亲指什么。苏寒渊直视我的眼睛，提及他将要渡劫之事，指出我3年闭关，出关后疯狂修炼，如今又弄出假死，是否预感到他渡劫会失败？我张了张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承认。那要如何解释预感的来源？否认。父亲何等敏锐，岂会相信？苏寒渊见我沉默，叹了口气，表示看来是真的，难怪这些年他常有心悸之感。化神雷劫，他确实没有把握。我急道，既然没有把握，可否暂缓渡劫，待准备更充分些？苏寒渊苦笑表示来不及了，他的寿元将尽，若不渡劫，最多也只有10年可活，与其等死，不如一搏。我握紧拳头，表示自己会想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苏寒渊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神慈爱，感叹我长大了。若他渡劫失败，双华宗就交给我了。我摇头坚称父亲一定会成功的。苏寒渊说但愿如此，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简，告知这是双华宗宗主传承，让我收好。若他真有不测，让我先拿着。我颤抖着手接过玉简，心中酸楚难言。前世这玉简最终落在了林荆州手中，这一世我绝不让历史重演。我恳求父亲收荣昭为徒，坦白了荣昭是上古龙族，并非人类。父亲沉默片刻，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人类宗门收妖族，但是也没有说可以收。我见他犹豫，只好坦白自己和荣昭的契约，父亲这才松了口。从寒霜洞出来后，我径直回了青林峰，灵堂已经撤去，陪葬品堆放在主殿里，荣昭也从陪葬坑出来了，正站在殿前等我。他轻声道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我看着满殿的陪葬品，忽然笑了，感叹死了才拿到这些，多亏啊！还是活着享受比较好，多亏了荣昭的想法，也感谢楚师兄陪我胡闹。楚木闻言也笑，摸着下巴说：“他是不是也该办个葬礼？正好收点陪葬品渡劫可以用，反正这些东西既然拿出来了，也不好再收回去了。”我笑着支持他，随即拿起冰心佩，入手冰凉，却有一股暖流顺着经脉游走，果然是上品灵气。我宣布这玉佩我收了，其他的分给这次配合演出的弟子们，就当是辛苦费。楚木眼睛一亮，称赞这主意好。正说着，许清音冲了进来，脸色铁青地质问我，说我诈死骗他的雪凤簪和冰心佩。我反驳说他这话就不对了。第一，玉佩和雪凤簪都是他们自愿给的，不是我骗的。再说了，他不也多准备了一对夜明珠给我陪葬吗？礼轻情意重，我心领了。许清音气得浑身发抖，要求我把玉佩和雪凤簪还来，我断然拒绝。许清音拔剑，宣称要跟我决斗。我挑眉询问他确定吗？我现在可是金丹期中期，即将金丹大圆满了，他才金丹中期，他可能会输得很惨呢。许清音呵斥我少废话，一剑刺来，剑气如虹，我侧身避开，冰心佩自动护主，形成一个淡蓝色的防护罩，将剑气尽数挡下。我赞叹果然是好东西，反手一剑还击，我们站在一处，剑气纵横，灵光四射。许清音招式狠辣，招招致命，我则稳扎稳打，借冰心佩之力游刃有余。百招过后，许清音渐渐力不从心，她喘息着，眼中满是不甘，质疑我刚刚金丹还重伤了，怎么会3个月左右就突破到金丹大圆满了？我收剑指出，因为这3个月我一天也没闲着，虽然重伤，却在研究剑意。
许清音脸色煞白，咬牙宣称宗门大比上，他会让我见识他真正的实力。他转身欲走，却在门口撞见匆匆赶来的林荆州，两人对视，气氛尴尬。许清音冷哼一声，御剑离去。林荆州走进店内，看着我手中的冰心佩，欲言又止。我先开口表示玉佩我不会还他，既然给了，就是我的。林荆州摇头表示没想要回来，只是询问我可否介意不说话。我让楚木和荣昭先退下，店内只剩我们二人。林荆州沉默良久，终于开口询问我是不是也回来了。从前世，我心中一震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反问回哪里。林荆州直视我的眼睛，声音发颤，说他知道我恨他，前世是他负了我，是他眼盲心瞎，为了权势地位，辜负了我的真心。他跪了下来，额头触地，表示不敢求我原谅，只求我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弥补。我冷笑反问如何弥补，把我受过的苦也受一遍，还是说他以为几句话就能抹去一切？林荆州抬头，眼中含泪，表示他知道不能，但这一世他会站在我这边，说清音他背后有人，让我小心。我皱眉询问什么意思。林荆州低声道，他前世死后魂魄未散，看见了一些事。许清音与魔界有勾结，而我父亲渡劫失败，也是他动了手脚。这话如惊雷炸响，我追问他说什么，林荆州神色痛苦地表示千真万确，他亲眼所见，只是当时为时已晚，这一世他绝不会再让他得逞。我盯着他，试图分辨这话的真假。良久，我缓缓道，我凭什么信他？林荆州从怀中取出一枚流影石，注入灵力，石中浮现画面，那是许清音的圣女殿内的场景。许清音坐在位上，一个黑袍魔修站在他身旁。魔修恭喜仙子，修为再进一步。许清音抚摸着魔令，眼中满是得意，声称后续只要魔族帮着他弄死双华宗宗主，昆仑仙宗就会是唯一大宗了。魔修提及约定之事，许清音表示放心，待他彻底掌控宗门，便打开护山大阵，迎他们入主北境。画面到此为止，我浑身冰凉，手脚发麻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前世父亲渡劫失败，我被废修为丢入魔界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许清音的阴谋。我声音嘶哑地询问着流影石，林荆州收回流影石，解释是他趁许清音不备，用灵力藏在圣女殿记录的，本想揭露他的真面目。我闭了闭眼，压下心中翻涌的恨意，质问他为何现在才说。林荆州苦笑表示，因为他怕我不信他，更怕打草惊蛇。清音背后的人实力深不可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表示我知道了，让他先回去，不要让他起疑。林荆州呼唤我的名字，双音，我打断他，称呼他林荆州，表示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前世他对我的伤害，我不会忘记。如今我们只是暂时合作，各取所需，待此事了结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林荆州脸色一白，最终低声道他明白了。他转身离去，背影萧索。我独自站在殿中，握紧了冰心佩，玉佩传来阵阵暖意，却驱不散心底的寒意。许清音，这一世我们慢慢算账。荣昭其实并未离去，只是躲进了灵宠空间。他看着我问我信了林荆州了，只字未提我们重生的事情。我摇头，我当然不信林荆州，只怕他是真假混合着说的。但是前世父亲的陨落，恐怕也确实有许清音的手笔。我问荣昭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荣昭看着我笑，他说没有，他对林荆州没兴趣，他只在意我高不高兴。我释然的笑笑，是啊，真正在乎一个人，只关心他开不开心，怎么会在乎其他的？前世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宗门大比如期而至，各大宗门齐聚双华宗的天双峰。演武场上人山人海，高台上坐着苏寒渊和各宗宗主长老。许清音坐在昆仑仙宗宗主下手，一袭冰蓝长裙，美得夺目。我带着双华宗弟子入场时，引起了一阵骚动。有人议论那就是苏双音，听说他1个月前还重伤垂死。有人感叹都办葬礼了，结果是个乌龙。有人指出我看起来状态很好，已经是金丹7大圆满了。有人注意到双华宗这次来了30多人，全是精锐。许清音冷冷扫了我一眼，传音入密讽刺我好手段，装死都能骗到冰心佩。我微笑回应他过奖了，待会儿比试场上我会让你见识冰心佩的真正威力。许清音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。大比开始。先是炼气期弟子比试，双华宗弟子表现优异，10人参赛，8人进入第2轮。接着是筑基期，楚木亲自带队，双华宗筑基弟子如狼似虎，几乎横扫全场，尤其是那几个跟着我修炼最刻苦的，招式很辣，灵力浑厚，让其他宗长老都侧目。丹霞宗长老吕须感叹双华宗这次不得了，天剑宗长老脸色不太好看，他们宗门一直是战力第一，这次却被双华宗压了一头。终于轮到金丹期比试，我和许清音都是种子选手，前3轮轮空，
直到16强赛，我才第一次上场，对手是丹霞宗的一位师姐，金丹中期，擅长炼丹和火系法术。师姐拱手请指教，我回礼请。比试开始，师姐率先出手，一团炽热火球呼啸而来，我挥剑斩破火球，冰灵力与火灵力碰撞，蒸腾起一片白雾。师姐连续施法，火球、火墙、火龙层出不穷，我且战且退，看似被压制，实则在观察他的招式。百招过后，我看准一个破绽，一剑刺出，冰封千里。寒气爆发，整个演武场瞬间结冰，师姐被冻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我收剑承让，全场寂静，随后爆发出惊呼，有人认出那是冰封千里，是双华宗最难练的剑诀之一，感叹我才金丹大圆满，就能施展如此威力。苏寒渊在高台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许清音脸色难看，他下一场的对手是楚木，两人激战300招，许清音险胜，但消耗巨大。4强赛，我对上天剑宗的大师兄金丹巅峰，这是场硬仗，大师兄剑法卓绝，灵力浑厚，我苦战500招，最终凭借冰心佩的防护和冰封千里的突然爆发，勉强胜出。另一边，许清音也战胜了对手。决赛，我和许清音的对决，演武场气氛达到高潮，所有人都想知道，重伤出狱的苏双音和一直被我压一头的许清音，究竟谁更强？我们相对而立，许清音拔剑，宣称会让我知道，靠外物得来的胜利终究是虚的。我微笑回应，也会让他知道，真正强大的是本心。钟声响起，比试开始。许清音率先发难，剑如惊鸿，直刺我心口，我侧身避开，反手一剑还击。我们的剑法在远古时期其实同出一源，都是冷霜剑诀。昆仑仙宗和双华宗本为一宗，就是双华宗。1000年前，两位老祖师兄弟不和，最终师弟带着部分弟子自请离宗，在昆仑建立了昆仑仙宗。自此，双华宗和昆仑仙宗变成了表面和谐，实则对立的宗门。昆仑仙宗的剑诀剑法华丽多变，而我的剑法则古朴沉稳。100招过后，许清音渐显焦躁，他本以为能速战速决，却发现我比他想象中更难缠。他冷笑质疑我说：“以为有冰心佩就无敌了吗？”忽然剑势一变，剑气中竟夹杂着一丝诡异的黑气，是魔气。我心头一凛，冰心佩自动激发，淡蓝色光照挡住黑气，但黑气腐蚀性极强，光照竟出现了裂纹。高台上，苏寒渊猛地站起，质问这是什么功法。其他宗门宗主也变色，指出这气息不对劲。许清音意识到暴露，眼中闪过狠色，索性不再掩饰，黑气大盛，他整个人气势暴涨，竟从金丹中期直逼金丹巅峰。有宗主认出来了，惊呼是魔功灌顶。许清音狞笑宣称，这是我逼他的。他一剑斩下，黑气化作巨蟒朝我扑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全部灵力注入冰心佩，玉佩光芒大盛，在我身前形成一道冰墙。巨蟒撞上冰墙，冰墙碎裂，我也被震飞出去，口吐鲜血。楚木惊呼我的名字，荣昭握紧了拳头，忍着没登场。他眼中暗金色光芒剧烈闪烁。许清音步步逼近，宣告结束了。苏双音，父亲本要出手，昆仑仙宗宗主竟然也出手了。众人惊呼：“昆仑仙宗这是何意？难道是叛变了？”昆仑仙宗宗主说：“既然是小辈比试，也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。昆仑仙宗自然不会放过入魔的圣女，但也不允许有人掺和比试。昆仑仙宗这是要双华宗后继无人啊！”众人心想，就在许清音举剑欲刺时，异变突生，我怀中飞出一枚玉简，正是父亲给的宗主传承玉简。玉简爆发出耀眼光芒，将我笼罩其中。光芒中，我伤势迅速恢复，气息节节攀升。金丹大圆满，金丹巅峰，半步元婴。苏寒渊震惊，高呼传承护主。玉简光芒散去，我持剑而立，周身灵力澎湃，竟已达到半步元婴。许清音脸色大变，惊呼不可能。我轻声道：“许清音，双华宗将传承给我，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我一剑斩出，这一剑朴实无华，却蕴含了双华真诀的全部精髓。剑气所过之处，冰雪消融，黑气溃散，许清音的魔功被彻底克制。他惨叫一声，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全场死寂。我收剑，看向高台，询问父亲：“昆仑仙宗圣女修炼魔功，该如何处置？”苏寒渊脸色铁青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“拿下。”双华宗执法长老飞身而下，却被昆仑仙宗的人拦住。昆仑仙宗的人说：“许清音是昆仑仙宗的人，于情于理都改由昆仑仙宗处置他。”说罢，昆仑仙宗的人将重伤的许清音制住。许清音怨毒地盯着我，威胁说：“苏双音，你等着，魔尊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挑眉反问魔尊：“那就让他来吧。”宗门大比，以我夺魁。许清音入魔暴露告终，双华宗大获全胜。夜晚庆功宴后，我独自站在青林峰顶，荣昭无声走近，递来一壶灵酒，恭喜我。我接过酒，喝了一口，询问荣昭可以告诉我真相了吗？
他一愣，没想到我这么敏锐。从他刻意在奴隶市场让我注意到，再到和我契约期间，种种都很难说得过去。我并不傻。他沉默良久，荣昭表示我身上有让他血脉悸动的东西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双华宗初代宗主，他曾与他族有约。初代宗主，那位1000年前飞升的传奇人物。我询问什么约定，荣昭低声道：龙族驻双华宗镇守北境3000年，双华宗护龙族血脉不绝，但1000年前双华宗内乱，分出去了昆仑仙宗，他族接应之人陨落，他流落在外，直到被我买下。我心中震撼，原来一切冥冥中自有天意。我询问，所以他会帮我？荣昭单膝跪地，以龙族之名起誓，此生追随我，护我周全。我扶起他，表示好。那从今日起，他便是我双华宗的护宗神兽。我说林荆州绝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干净。我对着荣昭讲起了我和林荆州的前世。荣昭冷笑，薄情寡义之人，怎么可能真的在修仙大道上走得长远？恐怕前世林荆州死亡的真相，正是和魔族魔尊有关。我点头，我刚想说什么，父亲忽然出现。我刚和荣昭坦白了我重生的事情，父亲居然突然出现，他深深地看着我，他的神色被月光照得看不清。我一怔，我不清楚父亲听到了多少。荣昭平静地看向父亲，苏寒渊看向荣昭，荣昭，以后双阴和双华宗就拜托你了。荣昭郑重点头。我愣愣地看着父亲，我以为他会问我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是温柔地注视我，对我说：双阴，朝着你要去的方向走吧，双华宗和爹都会在你身后。我顿时眼眸含泪，呼唤了一声爹。月光下，我们3人相视而笑。前路艰险，但这一世我不再孤单。父亲渡劫在即，许清音背后的魔尊虎视眈眈，昆仑仙宗内暗流涌动，但没关系，我有愿意追随我的同门，有觉醒的龙族护法，有支持我的父亲，有前世记忆带来的先机。这一局我要赢，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。双华宗的未来，魔界的阴谋，父亲的生死，所有的一切，我都会牢牢握在手中，因为我是苏双音，死过一次便再也不怕死的苏双音。